今日咧主要咧其實想講一講牛津疫苗咧，最近已經 approve 咗啦喺英國。但係咧同一時間咧又傳出咧打疫苗嘅指引咧有重大嘅改變喎，就話打咗第一針嘅人咧，第二針咧就唔好打住，咁第二針咧就俾其他未打過嘅人打咗先。咁究竟個背後嘅原因係乜嘢嘢呢？咁另外又有消息傳咗出嚟咧，就話英國嗰方面咧就主張咧疫苗可以即係溝埋一齊打，即係話打第一針嘅牌子同第二針嘅牌子係唔同咧，都 OK 嘅咁樣樣。究竟真定假呢？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就拆解下。咁首先大家要明白咧，就各個國家咧，譬如英國、美國啊、歐洲嗰啲嘅法定機構咧，佢批核一啲藥物或者疫苗嘅時候咧，佢哋咧係可以攞到藥廠嘅第一手資訊同埋所有嘅資料嘅。咁佢亦都可以咧就同藥廠開會。咁有啲好多即係研究裡面一啲未係即係公開嘅資料咧，佢哋都可以知道嘅。譬如我哋喺個頻道嗰度同大家分析嘅即係醫學期刊嘅文獻咧，咁好多時都係一份文章咁有幾頁紙咁樣同大家分析。咁但係批核疫苗嗰啲機構咧，佢哋睇嘅嘢咧就多得多啦啊！咁即係話等於咧就我哋睇到嘅咧就係冰山嘅一角。咁佢哋啲專家嘅各個疫苗批核機構咧，佢哋咧就要睇一睇下邊嘅冰山有冇問題咧，會唔會下低已經爛晒裂晒咧咁樣樣。咁所以咧，佢哋知道嘅嘢咧係比我哋多啊。咁所以佢哋意見咧係通常係可信。所以咧，我跟住講嘅嘢咧，有部分咧就唔係話喺醫學文獻嗰度有刊出嘅，有啲咧係一啲 unpublished 嘅 data， 即係話咧喺期刊嗰度咧係冇刊登出嚟嘅。咁就大家如果話對呢啲資料有疑問，喺影片嘅説明嗰度咧就有條 link，咁大家可以自己睇清楚嘅。咁第一樣嘢咧就關於 Pfizer 疫苗嘅。咁 Pfizer 疫苗咧，打咗第一針之後咧，嗰個保護效果咧就大概52.4%。咁52.4%即係一半多少少，即係麻麻地啦。咁你話仲話遲啲打第二針呢？一針都保護唔夠咁樣。嗱，大家咧要睇清楚先。嗱，呢個52.4咧，其實就計晒第一針同第二針中間嘅期間所有日子嘅。咁大家都知啦，身體嘅免疫系統咧就唔係話打咗針即刻會有免疫效果噶嘛。咁早輪大家都聽過啦，喺美國有個護士就話聲稱就話，我打完針都有呢個新冠肺炎喎，染咗。咁但係呢個人咧感染新冠肺炎嘅時間咧，就係打咗針一個禮拜之後到嘅啫。咁即係話咧，佢應該係打針嗰個時候咧，就已經 expose 咗，已經接觸到新冠肺病毒，咁跟住發病嘅。咁個針藥都未生效，咁佢就感染咗啦。咁呢個唔係針嘅問題喎。咁所以咧，同一個道理啦。啲 Pfizer 呢個研究咧，就話打咗第一針之後同第二針之間嘅呢段期間咧，overall 即係總體嚟講咧，平均嗰個保護就52.4。咁但係咧，我哋睇翻咧，多數咧呢段期間感染嘅人咧，都喺頭嗰14日，即係話打咗針，到打咗針之後14日之間呢段時間感染啊，即係話個免疫系統開始生效，未生效嘅時候感染嘅，即係話個保護能力都未走出嚟。咁但係過咗15日之後，譬如15日到21日之間咧，咁嗰個感染嗰個機會率咧就低咗好多嘅。咁如果我哋淨係計15至21日呢段期間嚟計咧，咁個保護效果咧就唔係52.4咯喎。一般咧就佢哋嗰個估計咧就係到89%。即係簡單講咧，就話打咗第一針嘅 Pfizer 疫苗2個星期之後咧，個保護效果咧都接近90%，都相當唔錯啦。就算唔係完全保護晒，咁但係咧就即係感染嘅機會已經大大減低，同埋咧就你重症需要入院嘅機會咧都相對咧減低好多。咁新批核嘅牛津疫苗亦都係啦，咁咧就研究顯示咧，就佢打咗針之後第22日咧，即係大概3個禮拜度咧，佢嗰個有效個比率咧就大概73%。打咗第一針之後21日咧，咁都顯示咧嗰個保護效果咧可以咧令到大部分人咧，就算感染咗呢個新冠狀病毒咧，都無需要入醫院嘅。即係話咧，你只係打咗第一針之後咧，大部分人都會受到足夠嘅保護。就算感染新冠狀病毒咧，好多時咧都係好似傷風感冒咁樣嘅，即係無需要入院嘅。
咁而關於牛津疫苗咧，有一啲未公開嘅資料，有啲 unpublished data 咧就顯示咧，呢個咁樣嘅保護效果咧，喺打咗針之後2-3個禮拜到開始咧，嗰個保護效果咧可以維持相對高嘅水平咧，直到打完第一針3個月之後嘅。咁即係話打咗第一針咧，就應該有相當唔錯嘅保護。呢個保護效果咧可以維持咧就3個月咁嘅。話咧，佢哋而家疫情咧傳播得非常非常之快，確診嘅人數咧就非常非常之多。以一個緊急狀況底下咧，與其咧就令一小部分人可以打晒2針，咁有一個比較長遠嘅保護效果，就不如咧就讓所有大部分嘅國民咧都打咗1針先。大部分嘅人打咗1針之後咧，即係都唔會話感染嚴重嘅新冠肺，無需要入院就可以解決到而家嘅燃眉之急啦。舉個例講，屋企有2個老人家，2個老人家都係高危族群啦，咁你寧願一個老人家打2針，咁就有95% 保護能力啦，另一個保護係0，定係2個都打咗1針？每一個咧都有70-80% 嘅保護先咧，所以咧，我覺得譬如英國呢種做法咧，都唔係冇道理嘅。咁同埋佢有初步嘅研究顯示咧，就啲第2針咧隔得耐啲咧，其實似乎個保護效果咧都唔會話受影響嘅。依家嘅問題咧就係疫苗供應緊張啊，個世界已經立亂啦。你話疫苗係咪真係好能夠穩定咁供應咧？其實今日都唔知聽日事啊。咁所以咧，佢哋而家將第2針推遲咧，又可以解決到嗰個針短缺問題，又可以咧令到大部分嘅國民受保護，盡快咧解決即係疫情最危險嗰一 part 咧，所以佢哋就有咁嘅決定咯。咁好啦，第2方面咧就有消息就話，即係英國方面咧就主張咧疫苗溝埋打都冇所謂。嗱呢樣嘢咧就真係 fake news，即係話緣起咧就係話《紐約時報》咧就報咗一段新聞，就話英國咧就主張2隻唔同嘅疫苗、唔同牌子嗰啲都可以混埋一齊打，即係第1針打 Pfizer， 第2針打 Oxford 冇問題嘅咁樣。咁但係咧呢個咧其實唔係實情啊。事緣咧就係話英國嗰個指引就因為即係針供應短缺啊，咁所以咧佢哋就希望咧大部分人咧就打咗第1針先啦。咁但係第2針咧，如果真係供應短缺的話咧，喺萬不得已嘅情況之下咧，佢哋咧就絕對唔建議 skip 咗第2針，即係大家佢哋都覺得應該要打第2針。但係喺萬不得已嘅情況之下，如果你打唔返第1針嗰隻牌子嘅疫苗嘅話咧，打第2隻牌子都好咁嘅意思嘅啫，即係唔係話建議你咁樣做，而係萬不得已情況之下咧，就唔好 skip 第2針，打第2隻牌子咧，都總好過唔打第2針咁嘅意思嘅啫。英國嘅有關當局咧 Public Health England 嗰邊咧已經咧就要求咧《紐約時報》作出改正㗎啦。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就並不是英國方面嘅主張嚟嘅。好啦，最後咧都好想呼籲下大家咧，因為疫情到今日咧都已經1年啦，咁就大家都見識過個 social media 上高咧有幾多誤導錯誤嘅消息啦。即係為咗令到未打疫苗嘅人咧對疫苗更加有信心咧，咁我呼籲大家，如果你哋已經打咗疫苗咧，就踴躍咧 share 你打疫苗嘅經驗啦。大家咧可以簡單介紹下你自己啊，咁你所處嘅地方同埋你打疫苗嘅經驗。咁我今日就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睇，請你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